很多观众会在影片下方问我用什么剪辑软体，新手应该如何选择剪辑软体。我从4年前开始进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 Premiere Pro 来剪辑影片，它是 Adobe 旗下的一款剪辑软体，很多 YouTuber 都是 Premiere Pro 的忠实用户。但是如果现在让我从零开始去选择一款剪辑软体，我会选择 Premiere Pro 吗？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专访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需要记得订阅我频道。如果你是影片编辑新手，这里我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会告诉你很多实用的技巧，去提升你影片剪辑效率。如果让我现在从零开始去选择一款剪辑软体，我并不会选择 Premiere Pro，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刚开始经营频道的时候就卡在了剪辑影片上面。如果你想一开始就使用 Premiere Pro 来剪辑影片，那么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学习这款剪辑软体上面的，所以让你忽略了创意策划、脚本制作、影片拍摄等更值得你花时间还有精力的事情上面。这2年有一款剪辑软体正在迅速的发展，今年10月其更是更新了数十种的 AI 剪辑功能。这款新手剪辑软体就是 Filmora。Filmora 它是一款为新手剪辑师而生的剪辑软体。Filmora 和 Premiere Pro 一款以简单应用为核心，另一款以专业强大著称。到底哪一款更符合你的需求呢？让我们从操作界面、特效素材、预设效果、AI 功能去深入的剖析。首先来对比一下2款剪辑软体它的操作界面。使用 Filmora 它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像是集合了很多剪辑的工具还有插件的一款剪辑软体。在 Filmora 里面包含了很多制作好的预设效果，它有清晰明显的操作栏，所有的功能都是直观可见的，你想要去使用哪个功能都是能够去快速找到的。那这个就是 Filmora 界面了，你可以看到整体界面都是比较简洁直观的。在左边这边呢，就是你可以导入你的素材，然后在这上面就是不同的工具栏，比如说你可以这样音讯，你可以加入文字的标题，你还可以加入转场、加入效果、加入滤镜、加入不同贴图，以及呢使用 Filmora 里面提供的预设模板，然后呢是可以把你的素材去添加到底下的剪辑区里面的，你所有的剪辑操作都是在这边完成。在右边你是能够对你的素材进行一些效果编辑的，你是可以对你的素材进行不同数值的调整的，以及呢使用一些特别的功能，比如说可以选择把素材放大、缩小，然后对它进行旋转，或者调节它的不透明度都是可以的。而这个呢，就是 Premiere Pro 它的界面了。你可以看到，它是相比于 Filmora 是更加复杂的，它总体的功能分区是比较多的。在左边是一个数值的调试，你可以调整不同功能它的数值，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多的选项在这上面的，是比较复杂的。然后这中间呢，就是素材的预览区域了。在右边呢，又是不同的控制选项。在左边呢，你是可以导入你的素材的。而同时呢，这边又有一些选项，比如说你可以加入效果，或者其他选项都是有的。然后这中间呢，就是剪辑区了，你所有的剪辑操作都在这边。那 Filmora 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功能分区并不是非常清晰的。那比如说，我想给这个画面去加入一个模糊的效果，那我首先需要在左下角选择这个效果选项，然后搜索模糊，然后选这个模糊效果，把它拖到素材上面。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起作用，我需要在左上角这个区域里面去调整这个模糊数值。我找到这个高斯模糊，然后调整它的模糊程度。你可以看到，现在我才做出一个模糊的效果。而对于 Filmora 呢，就简单多了，我只需要选择效果选项，然后找到这个模糊，这边呢会有不同的模糊效果，并且都是清晰的展示给你它具体效果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想选择这个镜像模糊，然后拖到剪辑区里面。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镜像模糊的效果了。所以在 Filmora 里面，这个操作是更加简单的。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2款剪辑软体它的特效素材。平时大家看到一些影片里面的一些特别酷炫的效果，你是不是会以为这些都需要有非常复杂的操作才能够完成的，或者是需要请专业的人士来帮忙制作出来？当我使用了 Filmora 之后，我发现做出一些非常酷炫的效果真的太简单太方便了。因为在 Filmora 里面包含了大量的预设的特效，你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能够做出非常酷炫的效果，这是极大的去节省时间还有金钱的。比如说我
想做出一个文字位于人物身后的效果。那如果说我想在 Filmora 里面去做出一个文字位于人物身后的一个效果，那我首先在这边去准备了一个素材，然后呢，我需要把它复制一份。我可以选了这个素材，然后呢，按住 Option， 这边呢我就复制了这个素材了。我需要呢把它移动到这个第3个轨道这边，然后在这最上面的素材，我需要来到右边的这个控制选项里面，选择影片，然后 AI 工具，这边呢选择 AI 人像去背。那现在大家看不到一个效果，我可以呢把这个第1个轨道去隐藏，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它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而且呢非常干净。我可以给大家播放一下，你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人物的背景都去除得非常干净的，轮廓都非常清晰的。然后呢我就需要去加入文字，我选标题，在这边呢 Filmora 是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文字预设的，在左边会有不同的分类。那我可以在热门推荐里面去找到这样的文字，它是发光文字。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我就加入一个发光文字了，那你可以双击去对它进行修改。然后呢我们需要让这个文字出现在这个人物的后面，所以呢需要把它放到我们第2个轨道上面。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出现在我这人物之后了，然后呢我再调整一下它出现的时间，和我这素材一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后面就会有一个文字的效果了，所以这样的效果是非常容易在 Filmora 里面去做到的。而如果说你需要在 Premiere Pro 去做出同样的文字出现在人物之后的效果，你首先呢需要选择这钢笔工具，然后呢你需要去创建一个遮罩，就是呢你需要去一点一点的去根据这个人物的轮廓去描绘出来，就像我这样子，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去除掉人物的背景。所以当你的物体是更加复杂的时候，是需要你花费更多时间的。而在 Filmora 里面呢，它是直接可以使用 AI 的工具去快速帮你去除掉人物的背景的。还有另外一个特效是很多创作者都在使用的，我发现去使用 Filmora 是非常容易简单的去完成的。而如果说你去使用 Premiere Pro 就需要有比较复杂的操作，那就是运动追踪的特效。那现在呢，我在 Filmora 里面去导入一个素材，你是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骑车的。那我现在需要做到一个效果，就是我加入一个文字，然后这个文字呢，它是一直在跟随这个骑车的人他的移动而移动的。那我需要来到右边影片选项，然后选择 AI 工具，这边呢有一个运动追踪，那你可以看到它立马就追踪到了我素材上面有一个这个人，然后可以点击开始跟踪，现在就处理了，正在追踪它的运动轨迹。那很快呢 Filmora 的 AI 就帮助我去追踪完了。接下来呢，我选了标题去加入文字。比如说我选了这个文字，现在呢我就加入文字了，我可以挪动它位置，比如说想放到这个人物的右边，然后调整一下大小，这个时候呢也调整一下文字出现的时间，然后再选择这个本身的素材，选了这个链接元素，选了这个文字的名字，现在就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效果，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文字是跟随着这个人骑车的轨迹进行移动的，所以呢这个效果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下一点就是和 Premiere Pro 相比，在 Filmora 里面是提供了大量的预设效果还有转场的，只需要点击一下就能够打造出创意感拉满的视觉效果。而使用 Premiere Pro 它本身也是会带一些效果还有转场的，但是你会发现都是非常一般的基本的效果。如果说你想去打造更加有创意的效果，就必须要去购买第三方的插件。那当我打开了 Filmora 里面效果选项之后，你可以看到在左边会有不同的类别，比如说呢，我可以选这个复古胶片的效果，比如说我加入这个老视频的效果。当我拖到我画面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的画面立马变成这种老视频的效果了。或者呢，我选了自然效果，比如说我可以加入一个下雪的效果，你就可以看到本身是一个晴天的，加入这个效果之后呢，就变成一个雪天了。所以呢，在 Filmora 里面去做出一个不同效果的影片是非常快的，并且非常方便。那假如说我想在两段素材之间去加入一个过渡转场，那我可以选这个 Filmora 的转场选项。那还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在左边会有非常多的转场的类别，比如说可以选择翻页型的转场，我可以选择这个纸张卷页的转场，来看一下具体效果，你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了。或者说我可以尝试选择这个笔刷转场效果，那这边呢我可以选择这个旅行日记过渡，可以看一下效果。那你可以看到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了。所以使用 Filmora 就非常方便，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就选择它类别，然后呢每个类别里面都是会提供给你大量的效果转场的。
那在 Premiere Pro 里面呢，也是能够加入一些效果转场的，但是呢，都是一些非常基本的转场或者效果。那比如说在 Premiere Pro 里面，我想要对影片的画面去加入个效果，我需要选择效果选项，然后呢，找到影片效果。这边呢，比如说我找到一个增加噪点的一个效果，选它。这边呢，只有一个效果，我直接拖入到画面上面，然后呢，需要在左上角去调整它的数值，你就可以看到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那如果说你想更加有创意的一些效果的话，那就必须要去购买第三方的插件了，才能够使用。那想要加入转场也是一样，在这边呢找到转场选项，比如说呢我选择溶解转场，那这边呢我选择交叉溶解，可以看效果。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转场了。在 Premiere Pro 里面呢，它提供的都是非常一般的、基本的这些效果还有转场。下一个对比就是 Filmora 里面会有提供大量的 AI 剪辑的功能，在 Filmora 里面有提供非常多好用的 AI 功能，比如说自动裁剪比例、AI 的长片剪短片，以及 AI 翻译存寻驱动功能，这些都是非常好用的 AI 功能。接下来这每一个功能我都具体展示给大家是如何操作的。那首先展示给大家如何去使用 Filmora 的自动裁切比例的功能。那当你打开 Filmora 之后，这个就是它的初始界面。然后你找到这个自动重构真比例的功能，这边呢你可以导入你的影片。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导入一段横屏的影片了。在左边呢，你是可以选择要调整成什么样的影片长宽比的，比如说你可以调整成1:1的，就是 Instagram 的比例；9:16的，就是短视频的比例；然后4:3、21:9都是可以的。那这边呢，我就可以把它改成短视频的比例，选择这9:16，现在就在分析了。那你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就帮助我去变成一个短视频的比例了。你可以看到它是始终能够去保证我的人物是居中的，所以这个功能呢真的非常方便。那现在要展示给大家 AI 的长片剪短片的功能，还是呢来到这个 Filmora 的初始界面里面，选这个 AI 智慧长片剪短片。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投入你的影片，或者是选择上传一段影片。在添加完成影片之后呢，在右边需要选择影片的语言，这边呢会有不同的语言供你选择。那我就选择中文台湾，然后你可以选择要让 Filmora AI 去把这部影片去切成多长的短片。那比如说可以选择0到30秒的。那因为 YouTube 现在最长的短片时长是到3分钟的，所以呢 Filmora 也能够让你去切分成最长180秒的，也就3分钟的短片时长了。我可以保持自动，然后在底下主题也是能够选择的，然后在底下呢会有模板选项，也就是你希望 Filmora 能够帮助你做出来的短片是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短片效果。这边呢会有不同的模板，你可以选择，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产生了。那现在 Filmora 呢就帮助我去把长片切分成了不同的短片了，总共呢是会有12部短片的。然后呢每部短片也帮助我去制定了一个标题，并且每部短片它的文字都是出现在这边的。我们来播放一下。第6个就是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申诉过程的变更。那如果说你想编辑这个短片，你可以选择编辑；如果是想直接导出，可以选择这个导出。那现在我就进入到了编辑界面了，所以这些字幕呢都是能够去调整的。你可以在右边去进行调整，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文字格式，想在这边进行删减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这 AI 功能真的非常方便。那如果说你想要处理到不同语言的观众，那这个 AI 翻译全息驱动的功能是非常方便的。那比如说在这边呢，我导入一段素材，那我在里面呢是说中文的。那如果说我想处理到英文的观众，我就可以使用这个 AI 翻译的功能了。那我可以选择这段素材，然后右击，在这边呢选择 AI 翻译。首先需要选择翻译类型，它有2种，翻译语音还有字幕，或者是只是翻译字幕。那这边呢我需要选择这个翻译语音还有字幕，然后来源语言是中文台湾，目标语言呢是英语。那在这边呢还有其他语言你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呢选择翻译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最终效果。Prior to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ange, certain films may still be classified as feature films. It's crucial to note. 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好用，并且非常的神奇。它整体出来的效果呢，就像是我真的在说英文一样。如果你是剪辑新手，我是更推荐你去尝试使用 Filmora 的。即使你是有经验的剪辑老手，依然可以尝试使用 Filmora 去做出一些效果，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你节约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免费尝试 Filmora， 并且结合这期影片去开始学习。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想让这部影片点赞，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 IG， 能够和你更多互动。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